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为大家讲解了红飞机亚航如今的每一个业务和未来的展望与他们最新出炉的业绩。那今天我们将会来为大家分析之前的当红热门手套股的龙头大哥，看看他们最新出炉的业绩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跌幅，是不是这一切真的已经玩完了？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影片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还没看之前小编我分析手套股为什么如今股价和估值严重偏离的影片，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观看哦。那今天我们就不会重复那一些原因，我们就马上来看到底是什么让这一次手套龙头老大哥 Top Glove 的业绩就像一颗震撼弹一样，把手套领域炸得投资者逃之夭夭。那么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这一次 Top Glove 的业绩。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季度 Top Glove 的收入迎来了一个 58% 的暴跌，从上个季度的 4.2 个 billion 下跌至 2.1 个 billion， 可以说是投资者们并没有预料到的跌幅。而盈利方面则是比收入的跌幅还来得更大，也就是从上个季度的2个 billion 下跌到了 607.9 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 69% 的跌幅。而盈利率也更是从上个季度的 48.9% 下跌到了 28.7%。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手套股的下跌比预期来得更严重呢？其实并不是，而是这个季度 Top Glove 受制于很多的限制。从他们这一次的季报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 EMCO 期间，雪兰莪州的手套行业被禁止经营10天，而这也涉及了 Top Glove 58% 的工厂。之后又迎来了 MCO 行动管制令，而在这期间受影响的工厂也只能以 60% 的产能恢复运作，而这也就直接将他们这个季度的整体产能压低了大约30多%。此外 Top Glove 也表示，在2020年手套的原材料一直都在上升。首先，天然乳胶浓缩物平均价格就上涨了 29% 至5令吉73仙每公斤，而定金乳胶平均价格与2020年财年相比也上涨了 106% 至1公斤 2.1 亿美元。虽然说近期已经是呈现了下降趋势，但是依然不足以抵消手套的平均价的下滑。那说到大家最关心的平均售价，其实不难发现这一次的业绩下滑与 ASP 平均售价也脱离不了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Top Glove 受到 MCO 和 EMCO 的影响，产能大约是下跌了30多%，但是收入方面则是下跌了50%，那剩下的20%必定是 ASP 平均售价受到了影响。而 Top Glove 也表示，在未来预计手套的平均价格将会以每个月平均8至10% 的跌幅下降，也就是意味着每个季度的 ASP 跌幅将会达到24到30%。但是除了这一些坏消息，其实也有一则好消息，那就是 Top Glove 表示他们如今的全球员工也已经达到了 96% 的第一剂疫苗接种和 87% 的员工完成了第二剂疫苗接种，希望未来员工感染群也将会减少。那我们了解了 Top Glove 收入的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成本。从他们最新的季度报告中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一次面临 EMCO 和 MCO 销量大减的问题，但是 Top Glove 的开销和成本依然没有什么下降。这一个季度的营运成本是 1.4 个 billion， 对比上个季度的 1.58 个 billion， 也只是呈现了大约 11.4% 的降幅，比起收入 50% 的萎缩少了4倍，而这也就是间接的导致了他们盈利大减，而且盈利率下跌了 20%。 那么看完了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分析，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如今手上到底握有多少现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现金储备是878个 million， 而 Debt Securities 债券和 Money Market Funds 市场基金则是分别握有307个 million 和 1.3 个 billion， 这也就让他们拥有大约 2.48 个 billion 的流动现金。那么至于债务方面，他们的短期债务一共是312个 million， 而长期债务则是146个 million， 这也让他们拥有2个 billion 的净现金。但是说到他们的现金，我们就得来看看他们如今的现金流。其实今年他们的现金流都是处于负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今年一共派出了 5.4 个 billion 的 dividend， 而且也花费了 1.4 个 billion 来收购他们自家的股票。那至于扩张方面，他们截至今年一共是花费了 1.3 个 billion， 所以呢，虽然说这个财政年他们的盈利非常亮眼，但是现金流依然是呈现
一个负数，但是问题也不大，因为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高达2个 billion 的净现金。之后我们也要来跟进他们如今在香港上市的情况。那原本 Top Glove 在今年2月26日向香港交易所提交了上市申请，并打算发行最多 14.95 亿新顶级手套的股份，以筹集大约 149.5 亿港元，也就是相当于 77.7 亿马币。但是根据香港上市申请的规则的有效期只有6个月，所以这个申请就在8月26日失效了。那 Top Glove 的管理层表示，他们仍然在寻求在香港上市，并尽快更新香港上市的申请。接下来 Top Glove 对于他们的未来的展望依旧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随着新病毒毒株的出现，对手套作为医疗保健领域必不可少的物品的需求将继续呈上升趋势。而且如今他们美国的出口禁令已经在9月10日取消，但是小编觉得未来 ASP 以每个月8至18% 的下调幅度将会让投资者们却步。而且现在很多手套工厂都还没真正的完成扩张，手套的价格就开始回调了。那么一旦所有的手套工厂完成扩张，全球加大生产量，到时岂不是会在手套行业中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而且中国英货的介入也将会让这个领域拥有不确定性。而这一些小片都在之前的影片说过了，不明白的朋友们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观看哦。之后小片也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在5月6月的时候 EPF 都一直不断的买入 Top Glove， 而7月开始到9月 EPF 就不断的在抛售 Top Glove 的股票。那如果 EPF 依然不断的抛售 Top Glove 股票，这也将会形成蛮大的卖压，所以如今的手套股看似大势已去。之后这里小片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片了解更多哦。而且声明小片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那荧幕前的你们不妨来分享一下，你们手上还有手套股吗？有的请在留言区打上有，并分享您对手套股的看法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有朋友想要学习如何以最快的方式上手马股，看懂股市里的各大指标、财报和技术图，并且使用技术分析指标帮助你快速判断进出场点，那么扭转乾坤所举办的新手教学班和技术分析班肯定是你最好的选择，保证物超所值，让你少走冤枉路。此外，这里小编也有一个好消息要送给大家，那就是扭转乾坤将会有一个限时优惠配套哦。因为原价336令吉的课程，现在只需要288就可以加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报名哦。